好，大家担心的地方当然还有中东了哦。中东这个战火密布，但是这个所谓的紧张升温却有点意思，就是说双方报复来报复去。最新被报复的是伊拉克亲伊朗的部队军事基地被轰炸，看看现场画面。看到这个画面是发生在昨天晚上他们的晚上的时间哦，台湾的凌晨时间，被夜间轰炸机给轰炸了。通过影片可以看到啊，这个是亲伊朗的民兵组织人民动员，现在都并入了正规军在驻扎。那因为这个攻击的关系，引起了很多这个叫做卡索基地啊，引起了很多的关注。但是这个基地被空袭，已经造成了1死8伤。但是美国、以色列都说不是我干的哦，所以先前有报复啊，那这个。伊朗也说，那个不是真的报复哦，那个没什么。讲以色列的所谓的精准打击卫星照曝光，说伊朗的 S-300的防空系统有重要的雷达受损。这个发射的3枚飞弹是由以色列的报复行动来的，结果袭击到伊朗的伊斯法罕空军基地，毁掉了这个防空系统里面用来追踪来袭的雷达。可是呢，伊朗并没有很生气伊朗很有意思，他就说没事。怎么说呢？这个德伊朗议题专家他说，分析打到伊斯法罕的意味是说，以色列的情报啊、行动啊，可以渗透到伊朗内部，这个是重要的。但是呢，对于侮辱性很强，刻意要挑在何梅尼，也就是说，伊朗最高领导人哈米尼和梅尼各种翻译啊，84岁生日这一天来轰炸的时候，是故意的。就是要给他难看吗？但是伊朗却没有很生气，很克制哦。伊朗人甚至说：“哎呀，那个是玩具飞机。”还有官员转发这个画面影片啊，是小女孩说：“啊，像纸飞机一样吗？”就说这个好像纸飞机往公寓往面丢哦，造成的影响就好像是以色列给他们的攻击概念，而且他强调哦，这个攻击并不是以色列来的，是渗透者所为，这很一反常态，反而没有去特别去谴责以色列或者是抨击以色列，就好像没有要让事件继续升级的概念。这种你交火来，你交火去，这个真主党模式呢？纳坦雅胡的算盘是什么？用这个来交换拜登，万一如果开始他下一步动作去攻击了拉法的话，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在很多的分析里面都认为，这个就是过半人认为让美国人认为以色列打击哈马斯有合理的关系，甚至因为这个以军战线过长会力不从心，有各种的分析。但重点是双方以色列跟伊朗互相的所谓的自治和互相不当一回事，也是某一种讯息正在透露哦。所以美国在以色列反击伊朗的时候，有被事先告知吗？到底知不知道，也成为美国很多媒体关注的焦点呢。包括G7 什么时候知道的？这是透过意大利外长塔加尼所透露的。G7 是在美国得知以军要发动攻击的时候前一刻、最后一刻知道的。就是说，美国虽然不讲。但是呢，是透过意大利说，其实到最后一刻还是跟美国知会 ，G7 也因此知道了。而布林肯只是强调说，美国是最后被通知，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没有参与，也不是我们要攻击的。所以很多的影片就公布，就说前所未见的震撼实际敏感美国有12架的 B-2A 的战机大规模紧急动员演习。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是说，拜登政府正考虑跟以色列呢要出售超过10亿美元的新武器哦，其中包括了我们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坦克弹药军用车辆迫击炮飞机等等，这个还不够吗？这个情况之下，现在目前已经双方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之下，继续再给以色列更多的武器，但又希望以巴冲突停止，这有可能吗？不会很矛盾吗？同时还有伊朗被轰了以后，反以色列的浪潮再度的兴起，连 Google 哥伦比亚大学都出现了涌现支援声援巴勒斯坦的声音。例如，我们看到哥伦比亚大学，看到画面可以看到，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直接占领了学校广场来抗议以色列，那不停的举牌抗议，站在巴勒斯坦这一边，甚至美国这一股年轻新兴人的这个支持者、和平主义者、反以色列的浪潮里，连 Google 内部办公室执行长办公室被占据了。这个说是哥伦比亚大学，就是这个28名 Google 的员工跑去占领了执行长办公室，表达诉求。美国的现在的情绪是如此，但中东的冲突现在算是控制住了吗？有限的冲突了吗？亮哥，这个全球舆论大概都倾向反以色列了，大概除了美国的政界精英跟华尔街之外这个。可是我觉得，
纳坦雅胡他很巧妙的利用攻打伊朗这个事件啊，然后换到了拜登的对他攻打拉法的部分支持了啊，就说啊，我不会扩大战局啦，我遵照，因为他上次打叙利亚、伊朗的领事馆没有告知美国嘛，所以美国很生气啊。那这一次他礼拜五拂晓攻击伊朗之前，礼拜四他有跟美国做报告，说24小时到48小时内我就要打伊朗啊。那我觉得应该隐约，所以你这边用的词语是对的啦，就是说让美国对拉法的进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因为现在已经传出他大概准备4万顶帐篷要进拉法。那就是如果碰到了难民营，就叫他们暂时撤出啊。那这个计划美国也知道，那美国非常不能接受。美国认为一定会导致另外一波人道危机，因为你把它搬到了帐篷，那又怎样？那吃住怎么办？吃啊，其他问题怎么处理啊？啊，而且你要打进去拉法，那边难民营是100万啊，那就整个秩序乱掉了吧？到时候怎么办？巴勒斯坦人也没地方逃，埃及边境是封锁的，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这一局美国怎么思考啦。可是这个好像变成两害取其轻呐、所以你如果打伊朗，那更严重。这个局我绝对不要看到。那纳坦雅胡好宝宝，他没有打伊朗，打得很用力啊，顺利收场。那我们就给他一颗小糖吃，允许他打拉法，变成这样啊。那我估计他打拉法，美国也会要求节制了。坦白讲，我觉得加沙战争已经快结束了啊，因为关键是以色列认为打到哪里就可以收了嘛，这个并没有胜负的问题，因为哈马斯不可能打赢以色列，强弱势差太多。对对，所以。这个是卡在以色列什么时候要收嘛，对不对？这跟乌克兰是不一样的啊。乌克兰是北约硬要撑乌克兰嘛，所以好像战争永远都打不完啊。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个复杂多了。加沙战争其实是比较单纯啊，就纯粹就是大家在劝以色列说你不要再打了啦，就这样啊。那可是纳坦雅胡就是坚持要打，那。美国作为全球霸主，安理会还要再丢脸一次，你唯一行使否决啊！英国跟瑞士都弃权你其他的盟邦通通都投赞成票啊，包括日本、包括法国都投赞成票你就知道这个全球的舆论已经有多么一面倒了啊！那结果你美国还在那边丢脸，那以色列上去发言的时候走掉一半的外长。就是这种情况啊，所以我认为真的再打也不会打太久了，可是很不幸啊，就是巴勒斯坦的老百姓又是下一波的受害者，真的不知道要死多少人这样。因为伊朗跟以色列的冲突，后来被大家看起来好像是这个很自治，虽然看起来像在打电动一样，但是互相又不承认，有点尴尬，但事实上也是好事。总比他们不自知真的打起来好，但问题是接下来大内宣都得分啊。对啊，就是好吧，是面子顾到了吗？就大家爽就好。但问题是，那现在纳坦雅胡的算盘是什么？下一步要做什么？基本上，像你们讲的这个战争，像是一个以政治为目的的军事秀，而不是真的作战，还是一个秀。所以战果就不必去看了，没什么。就算打到什么东西，他也忍痛不喊。不是他打的，没事哈，没有打到。但是以色列为什么打？他在逼美国。对，我把事情闹大，你的火头那么多，你控制不了，对不对？那以色列的目的是什么？今天他已经试了那么久，拉法他还要再尽最后一次努力，能够赶走多少就赶走多少，能消灭多少这个巴犹的组织，我就消灭多少。最终的目的，你看他同时还在这个东边呢，约旦河东边那个陈垦区也在扩张。对，他不赞成两国论，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能够种族歼灭，我不能够赶尽杀绝的时候，我要掌握这个，你们就完全被我统治。因为这个时候，
少了以后啊，他可以比较容易管制，因为这个游击队是永远是他的痛，今天搞你一下，明天搞你一下，他一定要把他彻底打垮。所以拉法这一仗还是有的打，他能赶多少算多少。然后那边呢，戈兰哈呀，他也能够扩张多少算多少，因为戈兰哈那边的戈兰高地那边的那个巴勒斯坦的人没有什么太大抵抗意志，对，所以他就想能赶多少算多少，能统治就把这个完全纳入我管制，所以他也要军管嘛。所以你看美国也妥协了，为什么两国在联合国表决的时候，美国投否决票？换句话说，美国还是支持他能够控制整个这个以色列这个领土啊，这个包含天然疆界，所以这个问题讲起来，所以轮车司机跑去哭，他妈你怎么不给我？你不是他爹啊，对不对？你看现在戈兰高地跟加沙都变成占领区了，这是占领区嘛？他那边不承认你是政府，对呀，我又不停的扩张嘛，扩张就把你占领了嘛。就这个结局似乎好像可以看到了，因为他希望这些人做低层的劳工，他也不能完全赶光，是不，因为他军事上没有对手，没有对手。对啊。那但是对于美国来讲，影响最关键的是选举啊。选票啊，所以如果在连大学学院Google 这种地方都有这种反以色列的浪潮的时候，影响的可是拜登的选票啊。当然会影响啊，可是换过来讲，川普更支持以色列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拜登还在企图平衡一下哦。那当然民主党里头，特别是比较自由派的，还有左翼的啊，年轻的学生很多不满。那有些年轻人不满拜登呢，就反而去投川普，可是他们并不是说是会去支持川普真正投票，但我觉得只是一个移情作用，就是说对拜登目前的政策不满。可是如果你搞清楚川普，那川普是更挺以色列，更挺这个纳坦雅胡的，选民没有选择。我觉得真的是对美国来讲真的是没有选择。那以色列其实也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就算今天打赢了这场战争，可是你会那个你是四面就被包围的那种感觉会越来越强，特别是我们刚讲说，刚才帅将军也提到，在这个西岸这个地方你这么多屯垦区，你很多都是周围都是阿拉伯人，你今天惹到他们呢，我们已经看到有些就是在屯垦区里头的阿拉伯人就是巴勒斯坦人就已经被以色列人等于是就是屠杀了，最近昨天好像还有5个，包括一个16岁的年轻人，所以这个仇恨是越来越大。那加上你进去刚刚讲说这个上百万，你怎么能够把他们真的是好像赶出去？我就想起那个卢安达饭店那个电影，那时候的那个图西族被胡图族追杀的时候。那个有一个那个卢安达饭店那个经理就问那个将军说，他说你不相信，他说你不会以为你可以真的把他们都杀光吧？他说 Why not？ 我们已经 halfway there， 你看看就是这样的一个仇恨值。那我看了这个以色列这些现在面对的不只是就是还有胡塞族的还有这个真主党的，还有叙利亚境内的民兵组织，还有这个伊拉克境内，伊朗是只是在潜伏在外，并不是真正的威胁。但是以色列没有安全了，已经完全没有安全，就是打赢了这场战争，但是你的心理安全是完全没有。通常我们讲说，打完战争结束了，那应该就好像很开心吧，回家。不是，因为你制造了更多的仇恨，你对你的孩子是不是下一代他们会更活在这种不安全的当中？那这样的一个国家以前当年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说，世界上有几个就80年代被孤立的国家就是被放逐了，一个是以色列，一个是台湾，一个是南非，一个是智利。那南非是因为他们种族隔离的问题，所以南非你看这一次他就认为说，你以色列现在做的就是当年白人在南非黑人做的事，所以他把你告到这个国际这个法庭去那国际法庭也认定说你确实有这些事实，但是还没办法证实你的这个动机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消灭灭绝。可是如果你看了以色列很多领导人的谈话，
他们真的是有这样的心的话，那你就变成证据。当你觉得你是民粹，只是讲些话，结果这些话可能就会变成证据。所以我觉得美国今天跟以色列真的还是要稍微划清一些界限，特别是你美国国内现在这个反对的声浪越来越强，而且再加上犹太人在美国对于这些大学里头的言论的控制，哇！你看 USC 哦，这个南加大对不对？一个巴勒斯坦学生要致毕业词被拿掉，我觉得这些未来这都是对这个以色列非常不利，他在创造对自己不利的国际舆论而不自知了。非常长远而且深远所造成的后果哦。那以色列跟美国关系当然很好，所以想尽办法，美国要帮他解决这些问题的。包括《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独家的表示说，以哈战争现在半年了，沙烏地阿拉伯的态度是什么？2月7号宣布终止跟以色列的正常关系啊，但是美国现在极力的促成，为了要限制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要让以沙和好啊，这样才是对美国最有利的吗？同时，沙烏地阿拉伯也砸了5000亿美元去建未来城，可是沙烏地阿拉伯的代表团15号开始就要到中国去啦，访问7天呢，要去的地方现在好像正在上海吧？到了北京、上海、香港、深圳这个新未来城的执行官公开的表示，未来城对于沙烏地阿拉伯来讲是一个复杂而且巨大的工程。这样一个大的工程，就必须要有大量的中国企业参与才能实现。这个是“一带一路”带来的巨大机遇包括2030愿景这件事情，1.5兆美元要在沙烏地阿拉伯这沙漠地带要有2.65平方公里的智慧城市，这个绝对不是一般的厂商或企业可以办到的，而沙烏地阿拉伯势必要做到，所以中国是合作伙伴。中国电动车呢，则是加速的驶入了湾区、港湾、海湾国家。怎么说？这个电动车成为这个中国品牌海湾国家出口的一张新名片。阿联酋啦，或沙烏地阿拉伯投资的跟中国电动公司一起合资要在沙烏地阿拉伯成立合资公司。而中国跟海湾国家的电动车领域呢，甚至非洲、欧洲，这些都成为最重要的产能合作的第三方市场。所以电动车还有工程技术基建都仍然是它的武器的时候，再看看美国呢，相对非洲的尼日军政府本来都有长期美军驻军的，结果去年成功政变掌权，情势改变了，军政府开始弃美投俄，从上个月开始宣布即刻终止跟美国军方的合作，你们这些人居留权都终止了，所以回家吧。所以传来美方跟尼日终于达成协议，即日起就要从尼日撤军了。这在西非过去一直来都是要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被认为重要的枢纽，是美国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基地站。但现在呢，还是一个操作无人机队的基地那现在呢，西非恐怕就没有影响力了。那美国以17亿的美元要盖铁路的这个挑战就好像对比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差异在哪里呢？华盛顿邮报的报道，针对中国在非洲推展的一带一路，那么美国展开反击，包括要在一条连接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铁路要来盖这条17亿美元的罗必多走廊，意思就是说要保留关键的矿产供应链要安全但中国跟美国呢，在新的太空竞赛里面要竞争的时候，却看到非洲大部分跟谁合作，还是跟中国大陆。这个是中国大陆拓展了跟非太空计划这个部分北京的长征火箭系列跟谁有好多个国家阿尔及利亚、尼日、苏丹这些非洲国家、金砖国家都成为了新的合作伙伴。伊索比亚、埃及也透过中国大陆发射了卫星，所以埃及很快就会在开罗这里设立非洲太空总署，听起来很厉害，还进一步会加强跟北京的合作。中国在2023年6月就已经在开罗建立了一个卫星组装跟测试中心，同时呢，有3家企业，我们看到科技方面的展现，在民生议题的手机议题上面，有全球1到3月智慧手机出货量谁卖的最好的统计数字，从这里来看一看，前几名里头苹果之外呢，什么 OPPO 三星之外，有前5名里头就好几家都是中国大陆的手机。那被说非洲、拉美、大东南亚有一家很特别的传音也入榜，这家传音我们相对陌生很少听到，但它却在这个其他地方，尤其是非洲被锁定第3世界国家卖得特别好。那么非洲的经济持续成长，
智慧手机更是需求大增哦，所以中国大陆的手机市场就往这里走。所以这前5名里面就有小米，就有 OPPO， 又有传音。显然，在中国大陆的科技技术上，从基建到手机，甚至到了这个太空计划，都有很大的跟美国竞争的空间。亮哥，这个美国拉拢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的关系，这跟压制中国没有关系啊。这个本来美国就是要拉拢逊尼派跟以色列建交来对抗伊朗，那没有想到被中国窜出嘛，拉拢沙特阿拉伯跟伊朗和解了啊。那沙特阿拉伯的原始动机就是希望左右逢源啊，因为他现在跟伊朗已经和解了，可是跟以色列他也愿意和解啊，所以这2个不能说是对抗关系啊，可能就是两边都可以啊。东南亚也有很多这种国家啊，就是跟美国、中国关系都不错了。显然他的策略也是如此。对啊，比如说印尼也是这样，印尼也没有反美啊，没有啊，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啦，是看美国跟中国各自的强项是什么啦。比如说你要盖红海未来城，那当然就是中国嘛，因为中国已经麦加到麦迪那那个高速铁路就是他盖的，那个第1条沙漠高铁就是中国完成的。然后比如说华为已经标到了未来城的储能系统，这也是中国啊。那未来现在不是有人在要做那个飞天的车子吗？因为这个地方以后就是要用飞天计程车啊。那事实上就是中国大陆很可能也会得标啊。所以我觉得这没什么了，就各凭本事啦。那中国大陆在很多基建啊、个别的制造业上当然有优势了啊，这个就像你刚刚讲那个传音的手机啊，传音的手机为什么在非洲卖得特别好？因为人家特别针对非洲裔，还有非洲当地的实际的地理条件做特别的处理啊，比如说它的喇叭可以是我们的声音的3倍，因为它常常有农地啊，距离很远，要喊得到嘛。那这个为什么中国有呢？因为以前在华北的手机也是长这样啊，他们了解，就可以喊很远，就跟大喇叭一样啊。那还有啊，还不止啊，还有它的照相，它有特别针对非洲裔的肤色啊，那做特别的光线的处理啊。所以坦白说啦，就是这个就是中国大陆的特质啦，就是它会因地制宜嘛。那 iPhone 有这样吗？客制化 ，iPhone 哪有针对非洲来特别做个手机？哪有这样？不可能啊！所以价格应该也是，价格也非常便宜，非常的便宜啊！事实上就是中国早年的白牌手机嘛，那个本来就很便宜嘛，可是客制化做得很彻底了啊，所以你可以说这个就是中国大陆特殊的优势了。那至于说《华尔街日报》说美国用17亿美元盖铁路就要来挑战中国在非洲，你在说什么啊？微不足道。中国大陆在非洲大概投资至少超过2000亿美元，对，所以我就不知道他这个到底是要干嘛啊？那个更长的铁路也是中国盖的，从70年代坦桑尼亚就开始了啊。那最近肯亚的铁路太多了啦，所以我说美国如果不是系统性的来经营非洲，那是不可能赢过中国的啦。你都是这种蜻蜓点水式的，这有什么用呢？所以我是觉得，反正这个就是做点文宣呐，那《华尔街日报》就帮他登一登啊，大概是这样。而且问题是17亿美元，不知道要盖多久才盖完。美国好，休息一下，我们继续来有更多话题来一起讨论。在非洲呢，除了美中可以在这边竞争手机这种科技之外，连驻军这件事情，尼日也产生了一些变化。我跟你讲，非洲啊，刚刚郭正亮已经讲了很多经济上的中国的优势，这个很多。各位要了解啊，非洲很多国家的将领都在中国受训。那非洲国家又很喜欢彼此打仗，所以打来打去都是同学。然后非洲的军人又常常掌政，一个政变他当了领袖，就算他不当领袖，也是这个国里面的实力派。所以你看这个关系哈，
中国大陆要运用这个关系，除了经济上啊，各项投资上面优势，你美国没办法掌握。以前我们台湾也对非洲下过功夫，也怀远班嘛，也来了很多这个非洲国家，它回去都产生作用啊。那现在大陆有一个影集，我看了真是。非洲的那些军官彼此从《孙子兵法》学起，一口中文讲得很溜，真的回去都当每个国家的将领了。所以这个东西啊，非洲在美国在非洲几乎没有竞争的能力。哇，那这西非一撤影响很大了。当然，因为你想想看，美国这么多年重视过非洲嘛，非洲感觉是被世界遗弃的一个地方，对不对？当初从他那边抓黑奴，对吧？现在非洲自己要搞独立了，它也需要的是投资，需要的科技，需要的这个经济发展，需要保卫自己国家能量。那中国大陆库存的武器也可以卖啊，所以这些问题啊，美国在非洲是一点优势都没有。你今天要搞这个军事上的问题，那中国大陆跟他们的关系太密切了，好多年了，不是1年才这样子啊。他的大大小小军官都是中文讲的都很溜啊，这么厉害！哎，我看了大陆一个影集，学长学弟的在那里每个国家的都混在一块儿，是金片儿子吗？对，真的。所以说，当美国要竞争，要用17亿的所谓的高铁来竞争，因为美国现在在全世界的外交可以讲是失败的。你支持以色列把中东这些国家都激怒了，包含印尼。回教徒多的国家，你乌克兰的战争要支援又不支援，欧洲也有离心离德。你今天小院高墙，你搞得每个国家经济都不好弄啊，因为全世界是个大生产链嘛，各取所需，各供所限嘛。结果你美国这样搞，全世界乱了。这是他们全世界的乱源，应该算是美国。现在连太空站、非洲都跟中国大陆合作，这实在非常有意思。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非洲这块大地，美国现在在控制的这一块，恐怕连尼日撤军之后产生的影响很大，非常大哦。因为基本上你看尼日是因为有铀矿，所以美国非常重视它，然后过去跟他的民主政府也非常好，关系好，有驻军在那，有军队在那。结果去年4月份布林肯还第一次成为美国第一个访问尼日的国务卿，几个月之后一个政变没有了没有政变，到今年3月份就是说请美国人出去，现在宣布瓦格纳集团进来了所以你如果看美国在非洲现在面临的不是只有中国还有俄罗斯，瓦格纳集团到处都是从中非到东非到西非都有瓦格纳集团的足迹，那你美国人又要谴责他们的这个军事政变不是经过宪法程序上来的政权，你是不是要制裁他们？一制裁马上就有其他的人接手，因为中国说我不干涉内政嘛所以呢谁上来都好，所以中国其实不需要在非洲有军队，瓦格纳也不是正式的军队，但俄罗斯的影响力很大，中国透过经济透过外交就有足够的影响力，再加上基础建设，然后各个现在中国在这个吉布地的基地之外，它现在可能在这个西非赤道几内亚这边可能会有一个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国际以及国内议题的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第2小时陪伴我们以及退役中将帅化明将军，大家好。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520就职时间倒数，马上1分1秒快要到了现在被说是520之前的出招吗？中国大陆方面祭出了认定台聚碳酸酯存在倾销，所以先祭出了贸易制裁。这个是由大陆商务部宣布的。这个调查机关认定有倾销的嫌疑，以至于
整个产业害的这个大陆受到实质伤害，所以从4月20号开始，对于调查产品将会征收22.4%这种惩罚性的反倾销税。那么两岸学者张五岳就形容，认为北京在520之前还会继续对台施压，不会就这样而已啦，包括了文攻武吓灰色地带都会继续打压。那么当然三立的2则报道更讲得很紧张，这叫做组合拳。怎么个组合拳法？就是像中国民航局4月19号最新宣布的 M503 航路，这有什么差别呢？这个航路呢，那一天宣布刚好是国军汉光40号演习兵棋推演的第一天。那么这个行动被国安高层解读为很难说是针对汉光兵推，但绝对是针对520之前的施压组合拳，属于准灰色地带。怎么说？因为呢，一旦这个 M503航线将会让我们空防少关键的3分钟，什么意思？这个3分钟呢，是让这个解放军的战机从中国沿海飞到 470这个航线，飞到台湾本来是要7分钟的，现在503冲过来只要3到5分钟，就少了2到4分钟的缓冲应变时间吗？另外还有潜舰国造的消息，当黄曙光一宣布请辞之后，怎么时间点这么巧就传出来有重要的机密信函外泄了？这个内容是什么呢？这一封是从潜舰国造专案办公室写给这个黄曙光，写给美商的公司副总裁。这封信说，因为你们一直迟迟没有办法准时交付我们的潜望镜这个相关的设备资料，所以导致我国国造潜舰的验收测试会延期。然后知情人士就还特别讲，如今呢，就是有人不只要让黄曙光走人之外，还要搞死海鲲号，让他做不下去吗？不过国防部回应啊，这种信属于商业信函，没有涉及规格啦、参数啦这些机密，所以不是机密范畴，外泄没关系，是这样吗？那至少透露个讯息，就是说很多在美方应该要交付的这个不管设备啦，还有交件日期，统统没有办法做到，就跟我们所有的国防采购一模一样啊。他请辞之后呢，吴子嘉推测啊，为什么会做？为什么会请辞？为什么做不下去了？他认为是跟争取准总统赖清德关爱的眼神反而是跟蔡英文发生了嫌隙吗？来看看中国大陆相关的秀肌肉的行动，光是轰6轰炸机扮演母舰的概念新这个照片显示，解放军的轰6轰炸机的机腹上面出现无人的无侦8无人机的踪影，所以这样结合起来，等于是双机的概念，有更厉害的侦察数据填补最重要的侦察的空白。那么还有福建舰5款这个潜载机5款通通都登上去了之后，意外还新增加了教练机，这么多的林林总总的战机放上去，给大家概念是什么？它可以追上了美国的10万吨超级航母。这个实力有这么多各种预警机啦、电子战机的方式，是代表着这个潜舰还有这个航母的规格正在提升当中。包括了大陆的无侦7号无人机，在美国呢，首度在菲律宾吕宋岛这里要部署提风陆基飞弹系统的时候，就被发现这架无侦7降龙就飞进到附近的海域去做侦察。那么还有布拉莫斯的飞弹到了南海要抗中，印度也交付了首位的海外顾客他们也能够制造武器了，然后把这个飞弹交付到了菲律宾去，为的就是应付最近来在中国大陆跟这个菲律宾非常紧张的军事氛围。还有中国第一次这个话题会成为印度大选的热门议题，印度大选现在正在礼拜5开始投票莫迪要寻求第3个任期，所以抗中他这段时间以来所有的动作跟中国渐行渐远，对大选的影响是什么？这对于印度来说也是第一次会影响这么深亮哥，当我们在看到这个所有的话题里头从520之前这些动作，认为这个就是一种组合拳，还是就是要给这个赖清德一点压力的概念吗？我觉得这2件事都还不是啦。我跟你讲那个聚碳酸酯，他那个2022年就已经开始制裁了那是因为到这个5月29到期，所以呢，他就公布了新的制裁。那这一次年限是5年因为时间快到了，他必须要公布新的制裁，所以上次都是22.4嘛。
那奇美这次就被降到12.2，那上次没有被制裁的都是22.4，所以你很难说这个是针对520啊，不是啦。我觉得这样解读是有问题的啦，是因为529就到期了，所以他就公布了新的。而且我讲白了，他如果针对赖清德，怎么可能只有这一项？感觉有点轻，是不是？太轻了啦，拜托，他贸易壁垒调查第2波还没公布如果是针对赖清德，那就是第2波整个公布了，不会是这个啦而且上一次他公布之后，很多因为都是针对大的公司嘛，所以他们大部分都在两岸有布局。所以，比如说奇美它就把它的产能在大陆的部分就增加生产，那台湾的部分就减少生产。所以事实上都大的公司已经适应过了。上次我记得还有台塑那他们都已经适应过了那第2个 M503本来不是有让马英九那个时候让6公里嘛，现在他收回去了嘛，所以事实上也实施啦。现在只是说由西向东那2条航线要不要启用所以事实上它 M503已经开始在恢复正常，就是这个简单讲叫公事公办就是不留情面了。对了，就是说对赖清德我没有让利了啦，我就公事公办了啦。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什么东西都公事公办，你就知道贸易壁垒调查有多严重。因为我们台湾有多少东西不准大陆东西进口，所以他如果要全面性的去查，你很多都违反 WTO 所以我是觉得还没开始啦你这边是把我们五岳兄的讲话引用在这里，我们五岳兄实际上很早就讲这个观点了，他并不是针对这2个在说的他是说大概会发生这类事灰色地带的也会来啦，等等等那我认为还没开始因为今天才4月20号还有1个月，这个慢慢，不要太急还有的瞧。不是啦，我跟你讲事实上，比如说傅昆萁为什么下礼拜急着去？他就是觉得两岸旅游还有一点机会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还有1个月，很多人都在努力中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可能发生一些变化啦所以你不要认为这个就是了啦我们国安会稍安勿躁啦，不要立刻把这个做这样的解读啦。我认为还没有啦，还没有开始那他开始不会没有军事动作啦。我跟你保证，如果他真的对赖清德已经绝望了他一定有军事动作的啦他会有军演啦之类的啦。那金门撞船事件也会有动作啦，所以还没开始啦。所以我说不要急着这样去断论啦你这样讲了，我们赖清德就觉得他已经被判刑了一样事实上还没到那里的，还没到那里。那我觉得黄曙光这个事我是同意吴子嘉的讲法因为用顾立雄当国防部长，事实上而且赖清德还讲了他的政见，他的政见是7艘潜舰要一起盖糟糕，对不对？我当然这个盖的顺序我也觉得是有问题的啦。可是这个政治上意味着什么？就顾立雄要来监督这个事就是我们以前知道黄曙光他是用国安资委来当潜舰国造的召集人，大家都咨询不到嘛，他说了算。那我认为赖清德觉得这样是违反体制的啦，他觉得不能这样干那就顾立雄直接来当国防部长监管。那以后这个事就是你负责了那顾立雄就赶快回去读书多了解潜舰国造的问题而且潜舰国造，我也跟你讲过，赖清德有洁癖嘛，他就觉得这个怎么会搞成这样？里面猫腻一大堆，那还有厂商竞合的问题，所以坦白讲啦，所以多多少少就会有怀疑嘛，就说怎么会处理成这样那当然黄曙光我知道他也自证清白嘛，就说你们不要这样会害了我们的潜舰国造。那可能不是他的问题因为这是多大的一件事。如果报价属实是2800亿这多大的钱所以我觉得赖清德跟顾立雄大概是对未来的潜舰国造就是要有更严格的介入的过程
这显然也是他离职的原因吗？因为将军，我们在看这个过程，一定是有某一种猫腻是外界可能不见得知道的，让他请辞，而请辞之后，这些文件的流出去，可能都不会是单一个案，会不会后来有更多的这样资料？那目的是什么？因为基本上这个前建国造本来就有它的困难，因为这个是到各国的系统在这边来整合，这个问题啊。其实孤立熊来也没什么用啊。这个，所以现在这个新闻呢，我先讲那个航道503，其实没有意义了。我们的雷达如果还看不出来是民航机还是军机，那个雷达就报废算了啦。那3分钟有什么意义呢？是军机起来，我雷达就有反应嘛。民航机起来，你在乎它？民进党把民航机当成木马屠城机在放屁，民航机飞得很慢。降落的时候风险很大，地面一个高射炮就把它干掉了，整个飞机100多个解放军就死了，哪有这种傻的？机降不是这样做的。第二个，你说这个战斗机，他要过来，他起来我们就警戒了。我们现在国防部，你打个机场起来的军机，我马上知道了，马上就调巡逻机了，所以这个没有意义了。第二个，这个前建国的，你既然是商购。我跟你讲，军购跟商购有什么不同？军购是美国国防部替你担保产品的品质，但是没有违约罚款。商购的话就有违约罚款，就是做一般生意一样。今天说这个钱望进不交货，坐地起价，你当初这个约是怎么定的？这就是个问题嘛。对，要不然的话，他今天坐地起价，后面的期间呢？他是不是又再来一次？反正吃定你了嘛，你要用我的产品嘛，你也定型了嘛，定型一定要采用这个。所以为什么我不主张办7艘航舰的这个预算？这个东西预算下来的时候，你还是发现的问题，你要换零件呢，你要换技术呢，换西装呢，那后面的钱是浪费呢，还是不能用？所以这个问题，全世界没有这样子一次。你还没有定型了，因为你海试下去、沉下去，浮不浮得起来不知道。这个潜望镜能不能伸得出来不知道，品质怎么样声呐能不能听得到不知道，噪音能不能降到多少都不知道。那中间任何一个出了问题，你可能要大幅跟张啊，大幅跟张的预算又不一样了，设计全部都不一样，从设计到西装到零件到整合。整合你们大概都不知道，那是很困难的一个事情。这个美国话跟英国话跟他妈意大利话是不通的啊，所以这个问题啊，猫腻当然在。这一家公司就是做系统整合的，对呀，全球第7大，对呀，军火公司是，所以 L3 Harris， 但还是可以延迟交件啊。前件你看，你开头用郭许这种人，当年前科累累的，你怎么能说他没有那个了，对不对？现在到底几个国家的系统参与，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第二个，任何3-4年舰对任何一个武器，它都有基本数字，航速几节，潜航时间多长，声呐可以听多少，入潜水深。你现在这个资料都没有啊！现在是神秘的阶段啊，就机密啊，国家机密。这个不叫机密，这个东西人家一比。到时候你噪音又比人家大，日本那个金级的潜舰都比你便宜1半。对呀，所以这个问题这么高价，当初我是主张用买，我知道自己制造的问题很多，因为在联勤管过国防工业嘛，我们的国防工业很弱的，中科院是想尽办法去买人家的零件拼凑出来的东西，到现在很多东西不能量产，为什么不能量产？陀螺仪啊，中间里面很多的导航设备。都要跟人家买，所以你量产的时候，人家能不能供你这么多？你试验的时候可以这样做，所以我们不是发展了很多天宫、天剑什么一大堆，但是问题是量的问题。那潜舰也是一样的问题啊，你都没有定型，你都没有定规，你怎么能编7条船的预算？那我的怀疑是不是钱老鸨就走人了嘛？就跟上次那个扫雷舰，你记得吧？扫雷舰把钱一卷，连个船坞都没有做啊！对，反正就不干他的事了。对啊，这个北一女前面陈水扁还被那个骗子骗了多少钱呢？所以这些东西啊，我对军售军购，我觉得我们监督机构也监督能力不够，这个负责任的督造的单位也不够。国防部邱国正不是讲了吗？不关我的事啊，我督导不了啊。
你督导不了，那我就请问，顾正雄能督导吗？顾立雄你是懂技术，还是懂商务，还是懂采购，还是懂什么？不知道，所以我对这个潜舰并不很乐观，啊，并不乐观。如果赖清德你有真的洁癖，干掉几个参官，我倒是赞成，至少以儆效尤嘛。林老师哦，我们看到我们只是一个503航线就被讲的好严重哦，3分钟的起降哦，难道我们国造潜舰这种议题，这更严谨的东西可以不在乎吗？那南海啊、印度啊，大家在抗中的氛围里头，我们只有同样一条路嘛？没有，所以我觉得说找顾立雄做国防部长很好啊，他的专长是契约嘛。我们为什么签了这么多烂的契约啊，让人家能够这样子吃定我们啊，然后来就予取予求？我觉得他今天重新检验所有契约。我们以前对这个美国的律师都以为是在台上辩护的，那个都不是，真正的律师都是在那边看合约的，商务律师，然后看合约。那顾立雄就是以这个出名的啊。那我觉得好，你今天做了国防部长，把我们所有的对美的采购合约好好看看，而且要坚持一下哦，我们是采购者啊，我们应该是有优势的，我们是买家按照川普的逻辑，他因为我们是买家，跟美国买了很多武器，他都要接蔡英文的电话，对不对？川普这样一个商人，如果他回来的话，那你就用商人的这个跟他打交道，就很简单嘛。我们是花钱买的，当然有权利要求契约。不能让这些所有的魔鬼藏在细节里头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换了国防部长可以做的。那我觉得印度这一次的选举啊，这个讲起来要搞了这个2个礼拜多，然后才会全部选完，因为它实在是很大。可是你看印度这么大的一个国家，14亿人口，它的国会的席次也不够543席啊。然后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执政党 BJP 大概因为是什么？印度是小选区制1对1啊，他现在已经是过半数的优势，然后反对党又有10几个，连以前我们讲说印度大家都从甘地开始啊，尼赫鲁，大家最出名的这个国大党，到现在为止已经在国会席次不到1/10，是等于是还是第2大党，那你怎么可能去挑战他？那再加上最近印度的经济还不错，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莫迪就是以他的经济，然后说要再给更多的社会福利，再加上很强烈的民族主义啊，我觉得他用这3个议题，大概就可以横扫这次的选举，所以已经不必去看2个礼拜以后最后结果什么，反正他的执政党就是最大党，他就是继续担任总理。那我觉得这个对中国来讲是蛮大的挑战，因为他大概从他上任之后，慢慢印度跟中国的距离是越来越远啊，而且跟美国越来越近，所以要担心的应该是中国吧。